挑战台湾最恐怖的恐怖片，你真的有这个资格吗？如果你看了《咒》这个电影啊，你会发现说，用手机拍自己，你会常常会拍出一些诡异的影像。那今天我们就来用手机来试试看，是不是会拍出一些令人感觉到恐怖的影像。你知道为什么咒会那么恐怖？因为导演深知大家最怕的是什么，然后他全部把这些东西集合起来，大概也占了2/3。例如说，密集恐惧症，我觉得我烂肉，然后还有那些看起来很邪门的人。你是在翕什么吼？你知道这些想了我不能再想。人类，我觉得是人类最害怕的东西，把它集合全部在一个电影里面。你说不可？你觉得不恐怖吗？你觉得不惊悚吗？你觉得不会让人家觉得那种感觉吗？一定会啊。那美国电影最糟的是什么？就是那个鬼就是有形的。日本的鬼是什么？日本的鬼就是脸或者是眼窝涂的黑黑的。韩国也差不多，泰国的鬼比较恐怖，台湾的鬼也很恐怖。但是我觉得他最聪明，没有鬼的电影最恐怖。对，你觉得呢？这个恐惧感就是来自于他这个影片里面的那种跟观众互动的环节。其实我没有看过有一个电影是能这样把观众吓到。了解的越多，就越容易发生事。看煞嘛，我都已经觉得他已经到了一个恐怖片的一个新高度，已经没有办法有人再去超越他。但是看完咒之后，我觉得这个他们的高度是基本上是差不多，短期之内应该没有再有人可以超越得了他们吧。有一些效果其实都是我只能说，他是把所有的那种我们看过的恐怖片的一些效果，然后集合成一部，无论是说被车撞、蠕动的肉。那是怎样？大家都吃了那个后是那个不是写意识，那就是意象，就是说我想要给特效。但是他把这些画面集合起来，反而这些画面已经可能在网络上大家看过了。那时候我看到这些片段的时候，其实我对这个影片是心凉一截的。特效那么假，它其实是最不恐怖的。但是最不恐怖的部分把它多了之后，它就变恐怖了，你知道吗？一个你不觉得恐怖，两个不觉得恐怖，但是20个加起来，你都非得要信不可。不要想，不要想，不要想。从第3分钟开始，我就在处于一个神经紧绷的状态之下。吓人的东西是一直来的。不晓得说什么东西在什么时候会突然间跑出来。你就一直在期待这个，而这是期待的那个感觉，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它很高明的地方。大家好，我是杰夫。
人家说啊，有时候对，所以我从第3分钟开始一直到最后，我就一直在期待着，从可能刚开始期待说，哇，接下来那个小孩子在那个外面，他会转头会是个什么脸，或者是说，他们去到那个洞里面会看到什么东西，我们都一直在期待这个东西。它什么时候会出现？什么时候会出现？但是它就没有出现。我一直在思考看，然后看完之后，但是回家之后，又是另外一种的恐惧上来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像这样的特效电影啊，为什么它都会是很小很小的片段，很短很短的片段就停了，就跳了？因为你时间再多个2秒下去，破绽就出来了，吓到了就马上要逃走的那种状况，所以这个是还蛮 OK 的。这部电影是我看过的所有的恐怖片里面逻辑最清楚的，故事的脉络最清楚的一部电影。基本上我们看一些其他的恐怖片啊，其实你会多多少少都会发现它一些 bug。它一些不合理的地方，但是虽然咒的这个电影本身是不合理的，自始至终，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其实都是合理的，而且是环环相扣的，所以它的逻辑性很强，故事性编排得很好。其实，如果说要让他得到金马奖最佳编剧，我觉得是实至名归耶，最佳编剧。它就是一个很有逻辑的一个故事，不会让你看完之后会觉得哪里不合理，因为哪里不合理就会让你就会出戏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它没有不合理，它完全没有不合理哦。在没有不合理的状况之下，然后你就莫名其妙的中了导演的圈套，中了这部电影的圈套，然后导致你就是回家可能就要去收金，我也觉得很有可能嘛，对不对？我是资深的恐怖片迷，即便是这部电影，其实我都知道它是电影，然后我在里面就是入戏入到2/3，但是其中有一个部分让我出戏了。举个例来说，我看萨满为什么会完全融入在里面？因为所有里面的人我都不认识，而且里面的所有的人，我都觉得他的角色就是。我也不晓得那些人是明星还是素人，那是明星也好，是素人也罢，就是反正我就是不认识这些人，他们演出来那个很像的样子，就会让我相信了。比较可惜的是，里面有一个我认识的叫高英轩，对不对？假如他的这个角色换掉，变成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一个随便剧场演员也好，什么都可以，那他就100%会让我入戏，就是我觉得他可以再狠一点的啦。那当然，我们也知道这个电影，它就是他的手势、他的咒语，甚至就是女主角最后说的话，是一个剧情的很大的反转。导演可以再狠一点。你要吓人，你就吓到底，你不要只吓到2/3。虽然2/3已经把一堆人吓到，可能已经快死掉那种状况，但是针对于很多真的很喜欢恐怖片的人啊，你就是给他一个最致命的一击，他就更好了。就是说，我的举例是说，到最后那个演员字幕上，你也不用上什么，就是什么影片编辑是柯梦荣，再出来说。各位，真的是大家看到的，就是想到的害怕。对，心目中的恐怖片前3名，第3名我会给那个泰国的《鬼影》
第二个是那个也是一样泰国的萨满，第一名我真的要给咒。最后我要讲一个就是，还是有一个地方，我觉得它是最大的失败。当一个电影公司看完了这部电影，看完了这个作品之后，你觉得它会大卖，你就不要再去做一些无谓的宣传。这种无谓的宣传，我指的是它就像一个震撼弹，你可能举行个3场试片，这个炸弹会从试片人的嘴巴里面去爆出来。既然导演你要跟大家开那么大的一个玩笑，就像我说的，你要开玩笑你就开到底，对不对？你就开到底，你不用事先做宣传，因为这样就是把一个人的整个薪资砍了一半，就是不觉得吗？对啊，所以你如果不做宣传，口碑仅有这些看试片的人去发酵出来的话，你不用担心他不会卖座，他一定会卖座。我觉得这个电影就会更完美。对，你就做到底，将你的恐怖就是推到最高点，让大家去感受到那个恐怖的气氛。那我觉得它就是一个，你不用花那么多的钱去做行销，这些观众自然就是你的行销的。对。System error. 这便是祝福的原理。